李思清，东南研院的卷宗和账册都在这里了。我今日回京，即刻全部装车带走。是。世间之大，竟无我容身之处。你怎么又来了呀？我来把这个给你。这是父亲的手札，你从何处得到的？我听闻沈大人曾在豫州做过3年属官，便想着案卷当中或许会有他的手书。果然，署里在价格库找到了这本手札，都是父亲亲笔所书，里面全是他的断案心得。谢谢你。今晚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这装神弄鬼。佳期相遇灵山望，此行阴路知秘境，此行阴路知秘境。秦娘，见过九娘子。你可知是何人在唱？不知道。那你是在找何人？找我家娘子。夫人还有女儿啊，是养女，原是夫人在野外遇到的孤女，看她可怜，就认作女儿了。娘子，谢天谢地，你吓死我了！秦娘，你找到我啦！秦娘，那个叔叔会跳水，我也想跳水。这可是刘曹司的官府。正是。刘曹司可曾向庞公透露过辞官之意？世子殿下，圣上都要查东南盐运税银的亏空了，您又何须再问？这么说，庞公认为刘曹司是畏罪自尽。若非走投无路，他怎会舍得这个官印？
时辰可有异样？死者的口鼻处还有气道，皆有白色的粉末，气道处还有一些淤泥。两肺膨大，湿润且有色斑，胃中有积液，无残存食物，未发现中毒还有迷药的气味，确定是溺死无疑。死者的手腕还有脖子处的勒痕都是新伤，脚后跟还有小腿处都有轻微的擦伤，定是生前在粗糙的地面上挣扎所致。可我们找到他时，手脚并没有被绑住，我们沿河搜索也没有找到任何能够缚住成年人的绳索，除非他是被人勒晕之后再推入湖中。这就是奇怪的地方。你看，死者身侧有一道椭圆形的疤痕，这是枪伤，应该是被长枪之类的兵器挑在此处。右手手掌还有虎口处都有厚厚的茧，死者做了10年的文官，可这些厚茧仍在，说明他从未停止练武，体力也定然还不错。寻常人想要徒手勒晕他，难以办到。且我们赶到时，死者刚死去不久，行凶人应是来不及带走绳子掩盖现场。可若没有绳索，这勒痕又从何而来？肯定是用了绳索，关键是绳索的材质。我来。你看，死者身上的勒痕较一般绳索的轻，且没有擦伤，说明绳索质地柔软，行凶人应是未长久用力，似是等死者晕过去之后就解开了绳索。莫非行凶人勒晕刘仁利的目的，就只是为了将他淹死？你来看看这个。这些都是湖面上捞起来刘仁利贪的银票，算上那些泡烂的，足足有10余万两。在水里泡烂？你可听说过水下逃生的戏法？我自小在军营长大，怎会听说过这些？这还是戏班的老把戏了，用麻纸做成绳子，捆住人的手和脚，放在水里浸泡就会化开，绳索慢慢就化没了，人自然可以从水里逃出来。那这戏法，寻常人可能知晓？当然不知，不然戏班子靠什么吃饭？这我还是从父亲的手札上看到的。戏班，看来还是得查查双清戏班，就冲着行凶人将这10万两银票。这燕池对秦婉果然不一般，只要运用得当，不出3年，朔溪君便可成为太子助理。那侯爷要问起刘仁利的事，该如何？我在信中已经提及了，李慕云突然到访豫州，为了不让他看出行迹，我及时收手了。是。只是刘仁利这种事，以后千万不能发生第2次。若再有一次，我在太子面前将永世不得翻身。那是庞辅良刻意从中隐瞒，怪不得大公子啊。我到底还是心急了些，怕在有心人眼中早已露了行迹，不能再与誉王走动过近了。正好，父亲来信说，太子的差事遇到了些麻烦，急需9丫头的本事排忧解难。我们这就启程回京吧。是。致命伤与胸口尚有1分距离，行凶人是想让庞辅良看着自己被活活烧死，却无法自救。根据死者的伤势，
即便没有被烧死，也有可能死于失血过多，根本没有施救的余地。这本手札上记录了黄金大劫案中父亲的勘验与当时卷宗上诸多不实的疑点。父亲悉心整理了许多悬案的案卷，不知至今还留存了多少。放心，不论还有多少，也不论他在哪儿，我们一定可以把他找回来的。卷宗上记录，张将军一家是被烧死在客栈的。可我父亲亲自检验尸身后发现，他们一家其实是死于虐杀，而纵火只是为了掩盖痕迹。清溪悬吊至颈部折断而亡，长子被溺毙，张将军背后中箭而亡。你再看这4位死者：青云被吊死，青离背后中箭身亡，刘仁利被溺死，庞辅良虽受箭伤，但活活等死的滋味却比他受的伤更为致命。可他们的真实死因从未记录在卷宗，也从未公开过。庞府杀人案的凶手竟能了如指掌，说明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黄金大劫案的幸存者。你再往后看，其义妹和长女尸首不知所踪，可清溪没有义妹，除非杨英说双清班身手最好的是清环，若义妹就是清环，那清溪的长女很有可能是被清环救走的。杀害刘仁律与庞辅良都需要一些武功，从身法还有情优上看，行凶人应该就是清环。根据户籍上的记录，若清溪的长女幸存至今，也应18岁左右，清环则是30岁左右。根据年龄推算，还有那院里种的曼陀罗花、布偶和唱段，清环很有可能就是秦娘。那庞府的大娘子，应该就是张将军的长女。黄金大劫案后，西北边军那场仗打得甚是艰难。我父王一度以为那军饷就是被山贼劫走了。打退戎狄之后，还去荡平了几个山寨。谁人能想到，一向英武豁达的张将军，竟会死在那几个小人手里？这些人虽然死有余辜，但都不应不明不白地死于私刑。这样的复仇，既无法警戒世人，也有损张将军的英名。无论有何情由，都该让凶手的罪行昭彰，而后受到律法的制裁，包括这些该死之人。放心，我们一定会让黄金大劫案重见天日，用律法还张将军一份公道。夫人，望知州带人把咱们院子围了，说是要抓人。亲娘，你涉嫌杀害庞辅良，并纵火焚尸，即可抓捕归案。亲娘不可能做出这等事，我跟他们去就是。怎么了，亲娘？没事的，小公子。乖。夫人，以后小公子和大娘子就全仰仗您了。青娘，不许你们欺负青娘！小娃娃，躲猫猫。青娘，你去哪儿啊？你快来找我玩！青娘，请别走啊！青娘，升堂。堂下何人？报上名来。婢子庞府侍女秦娘。按察使燕池举合双清班清溪之徒清环，为报仇杀死双清班前任班主青云、班主青离、江淮路转运使刘仁利、豫州乡绅庞辅良。
这么多人啊，这都4个人了吗？下跪之人，可是清欢现称亲娘？婢子如今只是亲娘。适才所合之事，你可承认？无凭无据，婢子不认。燕聂司可有凭据呈至堂前？本官请幕僚秦九先生上堂。传，秦九先生上堂。在下秦九，见过王知州。九先生，快请起。谢过知州，只是在下举证多而繁杂，亲娘尚未定罪，敢问汪知州可否对亲娘免跪？起来吧。谢王知州。九先生可有凭据呈至堂前？4桌。这2支剑，一支为木梗铁皮，一支为纯铁剑。这支纯铁剑是从死者尸身上取下的凶器，而这支铁皮剑才是剑匣中原本配备的演出用剑。秦轩然将这把铁皮剑换成了纯铁剑，剑的分量加重，需连动2下激光才可射出。因此，杨英再次低头时，铁剑射出，正中死者要害。第1名死者青林在表演时中箭身亡。原来如此啊！请把这些一并呈给大人。大人请看，这是第2名死者秦夫人的尸身验状与现场勘验图。白色瓶子里的是死者胃中的曼陀罗种子粉，香囊中的见过父亲、母亲，三哥一路辛苦了。这是荆州来的2位姐姐和9妹妹吧？雨儿，这位是你5姐姐，还有6姐姐和9妹妹。见过2位姐姐。9妹妹。见过8姐姐。原先都是我岁数最小，如今9妹妹来了，可算有人管我叫姐姐了。看把雨儿开心的。这么晚回来，在宫中用过膳了吗？用过了。今日碰巧遇上太子殿下给皇后请安，皇后留女儿一道用了膳，还是我说急着回来见姐妹，这才肯放我回来。你9妹妹她们一路舟车劳顿，也累了，应该早些回去歇息了。还是夫人想得周到啊！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缺什么吃穿用度，尽管跟你们伯母说。走吧。父亲，今日圣上又对太子发了脾气。哦，此事你不要管，更不能问太子。可是，如若你还想做未来的太子妃，就不能留下干政的嫌疑。女儿知道了。以后那3姐妹多亲近，尤其是9姐。女儿明白。看她今日初入侯府，便气度从容，应对得体，颇有点2弟的临下君子之风。你要派人管好秦香和秦霜，那个秦安的案子，惊骇朝野。若不是太子御前进言，只怕我也要落得一个治家不严的罪名。咱们中永侯府绝不能再出任何丑闻。孩儿明白。那燕池与9妹妹之事可要促成？此事绝非你想的那般简单。瑞王父子一向不涉朝政，怎肯为门姻亲就摆明立场帮太子呢？何况
以燕池的身份，他的亲事必须要过圣上这一关。如若我们插手，圣上必会掀起疑心。是。燕池尚未进城，就与你们分道扬镳，也是为了避嫌。他对九姐儿究竟心意如何，咱们再观望一下，顺势而为便是。是。近来，成王殿下办差，雷厉风行，颇具圣心。苏贵妃、母凭子贵也独宠后宫。为使皇后和太子处境艰难，以后你万万不可再出刘任利那样的事。孩儿知错了。我已向太子殿下举荐了九姐，此次若能解太子燃眉之急，咱们忠永侯府在太子的心目中便更进一步。九姐的前程也未必比不上雨儿。父亲，您这是考虑要让九妹妹当太子侧妃？可是雨儿对太子一片真心，您不能……真心能保住侯府的爵位吗？本朝勋贵爵位，非大公不可世袭。为父做到吏部尚书已是勉励之称，若是不立从龙之功，以后你如何保得住这份家业？孩儿定铭记在心。娘子，你可是在想沈公和夫人？我家就在那边，也不知爹爹和娘亲的尸骨现在何处。咱们现在既然回来了，可以慢慢着人去找呀。娘子，你可知道今日八娘子进宫去做什么了？我听府上的小丫头说，年后就要选太子妃了，8成呀，就是咱们府上的这位八娘子。八姐姐若是愿意，也算是心想事成，对这侯府也算是好事。八娘子是挺好看的，不过我家娘子要是打扮起来，肯定比她还好看。这种话传出去，徒惹是非，以后可不许乱说了。我知道了。我这不是想逗你开心一下吗？这更深露重的，九妹妹怎么不回房歇歇啊？当心受了风寒。我看这院子里的景致极好，就想出来转转。三哥来此何事啊？我特来请九妹妹往外书房一叙，父亲有要事相商。莫弈，夫人。雨儿，停下来歇会儿吧。母亲稍等，我临完这章就陪您说话。你的字连圣上都赞赏有加，这停一日又能怎样？一日之功，亦不可废。雨儿。今日，皇后可给了准信儿？今日冯家娘子也在，皇后贵重，自不能说什么。你说的是中国公府的嫡女冯晨璧，她对太子妃之位可是眼红得很。母亲放心，父亲是吏部尚书，又兼太子少保，论朝中的底蕴，对太子的忠心，皇后知道谁家的女儿是最好的选择。哎呀，可是现在咱们家可不止你一个女孩了，连你父亲见到九娘子的容貌气度，都赞赏有加。适才竟叫到了外书房，那万一太子见了，难道母亲觉得女儿比不过九妹妹？
傻孩子，母亲怎么会那么想？只是这选妃之事迟迟定不下来，我这心里不踏实呀。九妹妹固然出众，女儿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头也绝非浪得虚名。太子与我有青梅之谊，母亲还怕他抢了女儿应得的。她如今可是安阳侯的义女，又有大长公主给她做靠。母亲，京城世家勋贵无数，我们若因此自轻自贱，可就落了下乘。我明白父亲的用意，您只管好好照顾九妹妹她们，将来也好为哥哥添点助力。我只怕她见到了更高的高枝儿，生出别样心思来。母亲放心，若真有那一日，我定不会任人摆布。这里面都是族中长辈清点过的各种账单和契书，二房的产业也都在上面，你看一下有没有缺漏。侄女多亏伯父照拂，方能回京，这些产业理应由伯父掌管。哪里话，这是你父母留下的遗物，